各位好，欢迎来到瓜子泡茶听 iPhone 的第4季。我们讲到了第4季的第3部分内容了，什么是 iOS？第一部分我们讲了 Apple ID， 第二部分我们讲了 iCloud。那到底第3部分这个 iOS 该怎么讲呢？其实让我还蛮头疼的啊，因为实在不知道这么浅显易懂啊，且像空气跟水一样在我们的 iPhone 用户周围存在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该怎么样用一期节目去聊这个聊不出啥的话题。但其实当我如果把我的视角去变到一个第一次接触 iPhone 的人特别是你接触 iPhone 的时候并不是第一代的 iPhone， 而是可能 iPhone 7，也可能你第一个 iPhone 是 iPhone 13，甚至更厉害也可能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从小就没有接触过什么电子产品，你第一次摸到电子产品是你40岁的时候。那其实你问这些人什么是 iOS， 还蛮难的啊。当然了，还有一些人就是你们天生是不关注电子产品，也许你是艺术专业、体育专业或者各种手机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工具，你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兴趣去考虑它的背后是什么操作系统。那如果我把视角放在这样的人群当中，我就发现其实 iOS 不但可以聊，而且还真的能聊个几集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返回初心吧，像我的标题一样，瓜子泡茶听 iPhone。我们可以泡杯茶沏一杯咖啡，或者你吃这个甜点的时候随便你吧心态要放平我的意思是说那心态放平了以后以一个这个聊天的心态去听一听我们这 iOS 背后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觉得也挺好的那到底什么是 iOS 呢？从表面上去解释它的概念，它是 iPhone 的操作系统。那大家应该都知道 iPhone 是一个计算机这个你可以去翻看我的前3期节目，我有聊到 iPhone 是什么呢？它本质上呢就是一台我们俗称的电脑，它分为软件和硬件。那硬件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或者确切的说是你直接能够用手去摸到的一个玩意儿可能看见不一定，因为软件你也能看到，通过屏幕看到但是你不一定真的能摸到它但是光有这些硬件对于一个这个计算类的产品，就是你或者说高科技产品或者说数码产品来说，它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的，它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去对它进行操作，而这个操作呢，它并不像电灯开关那么直接。那我们就把这个操作这个硬件做任何事情的这个东西称之为操作系统。举个例子来讲吧，你拿手机拍照的时候，那个相机快门那个变焦的焦段的开关还有你切换不同的相机模式，简单到你打开一个手电筒，其实都不是像电灯开关那样的，或者像手电筒开关一样的，它都是屏幕上的一个互动的显示效果而已那你去点击它，跟它互动，然后通过它来去为这些摄像头感光元件小灯泡发出一个或开或关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指令，那么它就能接收到。我们把这个呢就称之为操作系统。一个电子产品一个科技产品，它的操作系统的好坏其实是直接影响到用户体验的。因为当你在一个零售店里面去以一个也不能说体验，一个就是非用户的心态去把玩这个产品的时候，和你真正把它买回家，把它带入到你的生活的这个
这个场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是说提供给你一个在店内的体验不好，反而这个体验呢，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做的无限接近于把它领回家的那个体验。我觉得这个是 Apple Store 做的非常好的一点。那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期待我后面对 Apple Store 的分享啊，这个我好头疼，有海量的东西我理不出头绪哈。好，这是后话。那这个体验其实更多是由软件决定的啊，也就是说，你把它带回家之后的这个跟它一起过日子的这个体验，大部分是由软件来决定的，由操作系统来决定的，而不是由那个硬件来决定的。这个就像你看我节目一样的，对吧？有一些过客啊，翻完短视频回来的，然后直接看到我的视频，一看这人是谁啊？是吧？说话这么啰嗦，讲了半天讲不到重点，然后有些呢就划走了，有些呢就觉得我不骂两句难解心头之恨，赶紧留言骂两句，然后再走。那这个就是看客的心态嘛，就是你并没有把我带到你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你把我带到生活当中去，嵌入到你的一个生活场景当中，那你就会是另一种感觉了。那同样的道理，当你去购买，我们就拿手机来讲好了。当你去买一个手机的时候，这个店里面哪怕给你提供再好的体验，你大概率上的关注点往往也都在这个硬件上面。比如说我什么颜色、什么材质、握起来硌不硌手，对吧？到底是买大一号的还是小一号的，这兜揣不揣得下，是不是都是这种东西？那其实这些全是硬件上的。你如果要想在一家店里，在你掏钱购买把它带回家之前，想要体验它的软件，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特别是你是第一次成为这个公司的产品用户的时候啊，比如你之前一直是 Windows 用户，你想用 Mac， 第一次来到 Apple Store， 你想体验 Mac， 你怎么体验它的软件？你都不知道该点哪儿，非常非常的难。那对于 iPhone 来讲也是一样的，用惯了安卓，你来用 iPhone 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些差别，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从安卓转过来的，我倒是从 Windows 转到 Mac， 但是并不是从安卓转到 iPhone， 所以我相信应该也差不多，就是你除了把它带回家过日子，通过时间来进行打磨，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软件到底好不好。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产品我们称之为另一种冲动消费，就你一看，哎呀，颜色漂亮啊，材质漂亮，外观漂亮，参数好看，好，买回家。买回家之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越用越垃圾，越用越不爱啊。那这个就是软件不行造成的原因。当然，我觉得 iPhone 是目前世界上少有的硬件是极品啊，软件同样又是极品啊，所以它卖得好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那你看中了这个硬件，觉得它各方面都满意，也漂亮，把它买回家之后，其实特别是你又把它套了个手机壳以后，那么你每天跟它打交道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屏幕了。而屏幕这款硬件，它本身啥用没有，它是软件的窗户而已啊。你是要通过这个屏幕的这扇窗户，在屏幕上做的所有的一切，你说我在屏幕上点一个东西，难道你真的就是为了在玻璃上按一个手指印吗？当然不是了，你在意的是这个玻璃下面那个显示屏的这一块，它显示的是什么东西嘛？那这个就非常的有讲究了啊，包括从审美方面、艺术方面，包括从它后台的执行效率方面，以及这个对用户的引导方面等等等等，有一系列非常大的学问。当然我没能力啊，也不敢去聊这个话题。那我之前聊的这么多，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你真的是零基础的话，你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操作系统。我预计我这期视频的播放量又会很低，但是没关系啊，我们不是还有我们的父母啊，毕竟还有需要这些内容的人啊，我不在意播放量低啊，所以啊，我希望对我前10分钟的这个讲解能够让大家对操作系统
一个感性的认识。你没有必要说有人问你操作系统是什么，你能马上回答出来，这个没必要。但是别人一说操作系统，你的脑子里面反映出来就是那个东西，而不是说你这一不对了啊。只要你能知道是那个，目的达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什么是 iOS 的这个开篇。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操作系统，然后我们才能往下走啊。那什么是 iOS 呢？首先 iOS 是一个操作系统，它是 iPhone 的操作系统。那 iPad 的操作系统呢，叫 iPad OS。那 Mac 的操作系统呢，叫 Mac OS。那联想电脑的操作系统呢，叫 Windows。戴尔电脑的操作系统呢，叫 Windows 啊。这个其他手机的操作系统呢，叫安卓，对吧？那这样咱们就可以聊下去了。那你就知道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品线，它的操作系统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操作系统它要针对硬件来进行定制。那所以你 iPhone 的操作系统，别说跟其他品牌的手机了，就算跟自家的 iPad， 其实它也是要专门定制的。就算同样是 iPhone， 你换了一个代际，换了一个芯片，它的操作系统也是要在底层进行定制的。可能你眼睛看到的没什么差别，但是它底层也要重新写这一些代码的。那 iPhone 的操作系统其实托生于 Mac 的操作系统。那这个为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那 iPhone 是哪家公司的呢？是 Apple 的。那 Apple 在早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它是干啥的呢？卖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要有个操作系统呢？是呀。那么在 Apple 刚成立的时候，有没有 iPhone 呢？没有。所以iPhone 的操作系统一定是从 Mac， 就是 Apple 的电脑上面衍生出来的分离出来的。其实 Mac、iPhone、iPad、Apple Watch、Apple TV、Vision OS、Apple Vision Pro 这些操作系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都是从 Mac 系统里面脱身出来的。那为什么看起来跟 Mac 那么不一样？这就牵扯到操作系统的另外一个小知识点了就是它的内核和用户界面的差别。那我们说所有的 Apple 产品，它运行的操作系统，它的内核都是一样的，它都是托生于 Mac 的，它的内核都是 Mac 的内核，用的都是 Unix 这个我就不再扩展了的这个内核，那它是一样的。但是普通用户你是接触不到内核的就是如果您是熟练的 Windows 用户的话，你会知道 Windows 有一个命令行再年纪大一点的有用过 DOS， 对吧？那种命令行的操作模式比较接近操作系统的内核。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会一些 Unix 的这个命令的话指令的话，你直接打开 Mac 上的终端就可以直接运行这个没问题，因为它内核是一样的。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他主要看的呢并不是内核，而是操作界面我们叫用户界面，英文叫 user interface， 就是 UI 如果你在这个任何时候看到 UI 两个字，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用户界面。所以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分开，就是这个原因了。那很多时候你做一个程序，你首先要让它跑在内核上能够跑完。那内核是什么？就是它的核心功能，对吧？比如说我做一个计算器，那我首先要让它实现加减乘除的功能，它才能实现。那它外观什么样子这个不重要它得先能实现核心的功能，否则它就不是个计算器。当这个核心功能实现完了之后，我可能会找一些美术专业的去为它画一个漂亮的长得像计算器一样的漂亮的这个外壳，然后把它套到我这个内核上。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理解成皮肤有些我们就 QQ 聊天不是换皮肤嘛也是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所以其实你要说 iPhone、iPad 跟 Mac
iPhone 跟 iPad 还好，但是 iPhone 跟 Mac 其实普通用户看起来差别其实很大的。实际上差别也很大啊，但是它的内核为什么又说是一样的呢？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运行的内核一样，但是由于用户去控制，用户通过操作系统去控制硬件的时候，你操作系统是一个桥梁。那么在操作系统里面，它怎么实现桥梁的功能呢？内核是直接对接硬件的，而用户是没有办法直接操作内核的，这个是软件开发商、程序员去做的，啊，那用户看到的什么？它一定是一个界面，我们把这个叫做用户界面。所以用户通过用户界面去告诉内核我要干什么，然后再由内核去告诉硬件我要开关什么东西。那这个是一套完整的逻辑。所以操作系统就是用户界面加内核，你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是专业用户，别喷啊，错误百出，但是我是方便零基础的去理解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那 iPhone 的内核脱生于 Mac， 因为 Mac 是一个用键盘跟鼠标去操作的设备，而 iPhone 是一个用触控屏操作的设备。如果我在用户界面上这个 UI 上不去改，而是直接把 Mac 屏幕上的这些东西去套到我 iPhone 的屏幕上，你是没法用的。那你想一想，那个字要多小啊，那个菜单你看都看不见，你就别说点了。所以很多人会说，哎，你们 Apple 的电脑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出一个带触控屏的呢？很多多年没有用过电脑的，到 Apple Store 去体验的时候，看完 iPhone 和 iPad， 扭头一看，哟，你们还卖电脑啊，对吧？然后过去看了一看，然后就开始往屏幕上去点，点的全是手印，然后啥反应没有啊，以为是啊，你这是假的啊，这模型机，是吧？啊，为什么 Mac 就是不给你触控？原因其实我个人认为啊，有很多原因了。那我个人认为它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用户体验上。你的用户界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用键盘鼠标操作的设备，你的用户界面就要想办法去发挥键盘鼠标的优势，比如说全键盘啊，它打字的效率非常的高，比如说鼠标，它的指针那么的细小，所以我就可以发挥这个像针尖一样细小的指针的优势，把我的菜单做的密密麻麻，你都会点得到。但是如果你是在屏幕上去触控的话，注意了，我这一个手指和一个针尖比差多少？那如果我完全不做优化的话，你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体验。所以说对于 iPhone 来讲，它为什么要改一个名字？其实这也是对用户来说的，因为对于用户来讲，他只能看到用户界面，他看到用户界面完全不一样，那一个名字就会让他进行就是让他混乱。其实早期在2007年刚刚发布 iPhone 的时候 ，iPhone 的操作系统根本就没名字。我还记得 Steve Jobs 站在发布会的讲台上面去说的时候，有一句话，下面也是掌声雷动的，就是 iPhone 跑的是 Mac 的操作系统啊，这也是掌声雷动的。它根本没有起名字，以至于在后来第二代、第三代 iPhone 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叫 iPhone OS。好像是到第4代吧，才开始觉得我们的 iPhone 也要有一个操作系统，也要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这个才叫 iOS。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iOS 的一个逐渐发展过来的历史啊。所以其实大家知道，虽然内核是跟电脑一样继承了 Mac 电脑的稳定和可靠以外呢，它的用户界面其实被完全重新设计过的，以适应全新的手掌这么大的超小屏幕上的触控操作。那围绕着这个核心理念，我们通过对 iOS 一代又一代的迭代和更新，不断的跟硬件相配合，去加入更多的新功能。每一次迭代，每一次迭代，每一次迭代，基本上1年1次，1年1次，1年1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科技发展之快，让很多人根本跟不上的原因。你只要2到3年不用 iPhone， 它的发展基本上有很多你就已经不知道了。这事实是我在Apple Store 工作的时候，99%的用户都是不知道 iPhone 里面的一些
小技巧跟小功能的。这些小技巧和小功能可能就是之前某一年更新的时候让大家欢呼雀跃的一些小的功能。但如果那年你没看发布会，如果那年你用的不是 iPhone， 你过了3年之后你再用回来的时候，你损失的这3年可能是上百个新功能，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其实是为什么我们说科技发展太快的原因。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你是创造需求，对吧？你发展的太快了，很多时候我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需求。那这就是能够体现出 iOS 有弹性的地方。如果你的需求真的是很少，就是打电话发短信，对于国内用户来讲就是聊聊微信的话啊，很多老年人嘛，你会发现你从 iPhone 4换到 iPhone 14没啥差别，就是屏幕大了点。像什么那种高级的功能你可以完全不用的，还是那些玩意儿，是吧？你不影响，可能唯一体验到的就是屏幕大，看得舒服一点，字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就没了。所以其实它这个叫弹性嘛，就是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会聊一些在 iOS 里面比较基础的功能，比如说一些手势啊，比如说控制中心、通知中心这种，我会聊的比较深入浅出，有简单的，也有咱们深入一点的。然后呢，我也会聊一些iOS 底层和其他系统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我现在想到的像沙盒啊，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包括它的内存管理等等等等，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聊一聊吧。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些打算啊，希望我明后天不会忘。好，那今天什么是 iOS，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